在前天夜里，我翻看全家合照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秘密，我的爷爷好像被人替换了，而且我亲眼看见爸爸将他杀死，爸爸将爷爷的尸体埋在了院子的树下。悬疑小说千万，三部学长占一半，紧张又刺激的完结文艺更到底，超长小说等你来看，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高铁上，我收到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小心你爸爸。到站，我打了车，司机全程用余光死死地盯着我，直到我要下车时，他说了一句一模一样的话，小心你爸爸。我感到很疑惑，心里涌上一丝不安的焦躁感，连忙跑回家，大门是被上了锁的，家里没有人，没有钥匙，我只能绕后门翻进去。刚走到房屋后面，我就听见院子里传来奇怪的喊叫声，像是动物被撕裂发出的哀鸣。我躲在墙角往里看，爷爷倒在地上，一脸惊恐地看着站在他面前的儿子。爸爸左手抡起了斧头，凶狠地向爷爷砍去，一瞬间，血溅满了周围的树叶，我吓坏了，惊慌失措地后退几步，撞到背后的杂物，噼里啪啦，我捂住嘴巴，一动也不敢动。随后我便听见爸爸朝这边走来，脚步声越来越近。依依，我知道你在哪，乖乖出来。我叮咛自己，别慌，别慌。爸爸就和我只差了一面墙。就在我把自己捂得快要窒息时，大门被打开了，我就像捉住稻草，立马冲出去求救。进来的人却是爸爸和爷爷。我震惊地停下脚步，猛地扭过头，却发现周围干干净净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爸爸见我慌张的颤抖，温柔地问我，你咋了？怎么满额头的汗？是看见什么了吗？经历了刚刚的事情，我对爸爸还是心存恐惧。没有爸爸，只是刚回来有些累了。对呀，我刚放假回来，为什么他们没有丝毫反应？就像知道我回来了，或者我一直在家。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将门反锁之后就收拾东西。突然，一本日记本从衣柜上方掉落，我拿起来发现是一个女生的，可从我记事起，家里就我一个女孩啊。爸爸告诉我，奶奶去世了，妈妈难产死了。难道这是妈妈留给我的遗物？好奇心催使着我翻开日记本，里面写的竟是严依依。为什么会是我弟名字？在我疑惑的时候，看到其中一段分明写的是小心爷爷。我猛地站起来，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太离奇了，到底是巧合还是……正当我心中惊疑不定的时候，门外传来爷爷叫我吃饭的声音。我将日记本藏在枕头下面，深呼吸几口才推门出去。爷爷早已坐在餐桌前，他鬓角的白发在这一刻格外明显，瘦黄的手臂不停地往我碗里夹鸡腿。他这么疼爱我，我怎么能因为一本来历不明的日记就怀疑他呢？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愧疚的情感。依依，看你爷爷多爱你，我都羡慕了。爸爸端着排骨汤走来，我看着他只是笑笑，没有说话。严成，给我盛一碗汤。我不经意间用余光一瞥，愣住了。怎么，爸爸是用左手？我又想起那个院子里的爸爸也是用左手抡斧头，可是在我记忆里，爸爸从来不是左撇子啊。突然，我发现爸爸的视线正在死死地看着我的脸，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诡异笑容。就那一秒，等我反应过来时，他已经坐下吃饭了。晚饭过后，我回到房间，打算拿出日记本继续看时，爷爷推开门进来了。依依，我可以和你聊聊吗？我收回拿日记本的手，点点头。爷爷坐在了我身边，目光一刻不离开我的脸。随后他极为小声地对着我说，你看见的爸爸不是你的爸爸。我震惊地望着爷爷，爷爷，你说什么？爷爷用手做了一个虚的手势，不知道你发现没有，他变了很多，和以前完全不一样。爷爷说出了我心里的疑惑，从你离开上学之后，我就发现他变了一个人，毕竟是我的亲生儿子，稍微不对劲我就能察觉到，他现在除了成为左撇子之外，连脸上的痣和手上是疤都换了方向。我经常能感受到他死死地盯着我的目光，阴冷极了。我刚准备问爷爷还有没有其他奇怪的事情，他的眼珠子猛地移到了眼尾，我顺着看过去，浑身鸡皮疙瘩耸起。房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打开了一条缝，除了我和爷爷，只能是爸爸在偷听。我忍住恐惧，拉着爷爷的手想要询问他，霎时间我的心打起了鼓。爷爷的手分明和刚才吃饭时不一样，现在的双手是宽大柔软的。我的额头冒出一层细密的冷汗，现在在我眼前的到底是谁？我到底应该相信哪谁？我想起日记本里的4个字，小心爷爷。依依，你不相信我？爷爷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，没有半分情感，让我忍不住打颤。没有爷爷，我只是一时间无法接受。那就好，你先休息吧，我走了。爷爷出去后，我立马冲向房门，将其紧紧地反锁。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双腿发软，瘫坐在地上。对于今天发生的这些离奇事件，我丝毫没有头绪。砰砰！我突然听到床底传来非常奇怪的声音，好像是有人用手使劲捶打地面所发出的撞击声。谁？我心里仿佛被无形的石头压住，紧张地问道。没人回答。过了1分钟左右，撞击声更加猛烈了，砰砰砰砰砰砰。这时我已经害怕的双腿无法站起，想要喊爷爷和爸爸。我张开嘴巴用力叫唤，却没有声音。我才发觉这时的自己无法发出声音了，可撞击声也离我越发近。突然，我做出了一个让自己匪夷所思的举动，我颤抖着弯下腰，趴在地上，把视线移到床底下。下一秒，我就看见了那个不停拍打地板的手，瘦得像柴火般，一层蜡黄的皮包裹着。他爬在地板上，四肢被绳索捆绑。突然，他把头旋转过来，一双无神的眼睛死死望着我。我看见他血肉模糊的脸孔，分明是爷爷。正在这时，我感受到背后有一股毛骨悚然的视线在注视着我。我猛地扭过头，看见了我至今都无法理解的事情。爷爷站在门口，笑着看在床底的爷爷，他的笑容逐渐扭曲，准确地说是他的脸在扭转。我瞬间大脑一片空白。突然，我闻到一股刺鼻的腐臭味，就像死老鼠的味道，是从床底散发出来的。床底的爷爷浑身皮肤溃烂，眼球狠狠地向外突出，嘴角快要翘到眼眶。我开始觉得
很压抑，似乎周围的空气被人抽干了一般。严依依，快醒醒！我仿佛听到来自天堂的声音，那种极遥远又咫尺的感觉令我迷茫。咔嗒，门被打开了，直到这时我才清醒过来。我发现自己正以一种诡异的姿势趴跪在地板上，双手紧紧地将自己的脑袋往床垫里塞。依依，你在干嘛？爸爸跑过来将我扶起，他惊慌的手心冒出来一层冷汗。爸爸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敢告诉爸爸先前发生的事情，怕他觉得我胡编乱造，更怕……依依，你先冷静一下。爸爸给你说件事，你不要声张。你爷爷早在3年前就被人替换了，现在在家里的根本就不是你爷爷。我惊恐地瞪大眼睛，不解地望着爸爸。你听我说，3年前你去上大学之后，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。本来我是要告诉你的，可是一切发生的太奇怪了。我记得那天和你爷爷去山上砍树，因为下过雨，山路不好走，爷爷不慎掉下悬崖了。当警察找到爷爷的时候，只剩下一半尸首。我筹备好所有下葬的物品，准备叫你回家时，发生了我不能接受的离奇事情。你爷爷自己回来了，他身上还散发着一种腐臭的味道。晚上他去洗澡，进去3个小时都没有出来，我就跑到浴室门口看，他居然没有肉体，衣服下面是一架骨头，正拿着刷子一点一点地刷洗骨缝里的灰层。突然，像是察觉了我的目光，他猛地转过头颅盯着我，我吓坏了，惊慌失措地跑走了。自那之后，我每天都过得心惊胆战，不敢张扬。可是你回来了，我更加害怕他对你不利。听完爸爸的话，我浑身起就鸡皮疙瘩。按照爸爸的意思，现在在家的爷爷早已经不是活人，这让我很困惑。明明有不同的是爸爸呀。依依，要是你不相信，可以去看我们家的那张大合照。我默默地点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夜晚，我锁上房门，拿出相册翻找出全家合照，认真端倪了许久，终于发现了爸爸说的那个秘密。照片里的爷爷额头有一道疤痕，非常显眼。此外，我还发现了一个惊恐的事情，在照片的左上角有一行模糊的字迹，我辨别了许久，发现竟然是我的字迹，写着救命。半夜，我被浴室的水声吵醒了，我迷迷糊糊地爬起来，走到浴室门口。这么晚怎么还有人洗澡啊？可是浴室的灯并没有打开，黑漆漆的一片，我总觉得黑暗里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。冷风从窗户缝吹进来，我感到一丝害怕。爷爷，是你吗？没有人回答。爸爸还是没有出声。我紧了紧身上的衣服，刚准备转身离开，就听见浴室又传出冲刷的声音。我联想到爸爸告诉我的事情，慌张的无法走动。究竟会是什么？我还是小心翼翼地趴在玻璃窗上偷看，因为阻隔的缘故，我的视线有限，只看见爸爸正拿着一把锯子对着躺在地上的人来回抽动。我被吓得不敢出声，准备悄悄离开，可一转头就对上了爸爸的双眸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依依，你在干嘛啊？我被吓到尖叫出来。为什么爸爸会在我身后出现？我低着头想要编一些理由来搪塞他。你是看到什么了吗？我就像被人拆穿了一般，愣住了。爸爸质问的语气有些凉飕飕，我真的不敢多说一个字，使劲摇摇头。他盯着我看了许久，才用正常的语气和我说，赶紧回去睡觉吧。闻言，我立刻撒腿就跑。回到房间后，我依旧心惊胆战，我猜不到浴室里究竟有什么秘密，就像现在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处境。忽然，一个人影从我窗户边闪过，通过轮廓，我可以确定那是爸爸。这么晚他出去干什么？我的脑子告诉自己不要管，赶紧睡觉。可我刚走到床边，好奇心又在催使我去看看。我踉踉跄跄地踱步到窗边，拿出手机相机放大，刚好可以拍到爸爸的身影。他在院子里的核桃树下挖坑，我想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爸爸将身旁的一个黑色塑料袋打开，从里面倒出来零零散散的块状品。我仔细一看，竟发现是人手和头发，这不就是刚刚在浴室里的那个人吗？刚才爸爸是在分尸，我已经被惊讶到不敢呼吸了，拿着手机的手渐渐有些麻木。我拍了一张照片，就回到床上。临睡前，我拿出手机又看了一眼照片，这下可让我不敢入睡了。照片里，爸爸转过头看着我在笑，嘴角疯狂裂起，双眼在黑夜里也能让我感到恐惧。我瞬间起了一身鸡皮。第二天，我再次拿出照片，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，除了那棵核桃树，什么也没有。在我正疑惑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。喂，请问是严依依吗？是的，请问你是？你好，我是甘川市公安局的李警官，这次打电话给您是想再了解一下关于你爸爸和爷爷被杀的案件。我震惊地问道。你说什么？被杀？是的，我们查到了一些不能理解的线索，需要你的帮助。不知道。电话里的声音变得嘈杂起来，我听见有脚步声在往我房间靠近，特别沉重。按照警察说的，爸爸和爷爷都已经被杀了，那么现在和我待在一起的都不是人。我感觉到双腿发软，因为颤抖浑身起了一层鸡皮。脚步声越逼近房间，我的心越发慌。突然声音消失了，我稳定的情绪告诉自己不要慌，不要害怕。我悄悄挪动双脚，迟疑地趴在地上，从底下的门缝往外看去，竟对上了一双血红的眼睛，它瞪大的像个布娃娃，吓得我向后倒去。虽然只有1秒，但我可以肯定的是，他没有眼球。就在我刚回过神的一刻，他突然开始拼命地拍打卧室的房门，动作越来越快。我感觉下一秒他就要破门而入了。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完全不知该怎么做，只想逃离这个让我害怕的地方。砰砰砰，门被撞开了，我感觉到自己快要喘不上气，喉咙里似乎被灌住了一块大石头，压得我吸不到一丝空气。睁开眼睛才发现自己竟然站在浴缸旁，弯下身子，我双手将自己的脑袋塞在了水中，那种窒息的感觉就是这样来的。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诅咒了。依依，你又在干什么？你最近怎么总是做出这种奇怪的事情？爸爸拿过一旁的干毛巾给我擦拭头发。慢慢的，我还在回忆刚才发生的事情。如果这一切是梦，那为什么爸爸每次都能发现我诡异的行为？如果是真的，我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一切都让我捉摸不透。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我看见爸爸一闪而过的手，那干枯瘦黄的手，不是我记忆中爷爷吗？
突然，爸爸将毛巾死死地勒在我的脖颈，用力拉扯，我感觉胸口很沉闷，那种无法呼吸的感觉又再次涌上心头。依依，跟你说了，我发现你了，怎么就不相信呢？我拼命挣扎，却无法摆脱，只能转动眼睛去观察背后的人。我看见爸爸的脸变得扭曲，整张脸都在旋转，渐渐地组合成新的模样，竟然是半张爸爸半张爷爷。我看见那张脸在我眼前扭转，还有一声又一声我发现你了。猛然间，我恢复了意识，刚才的一切都消失了。我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一开始的地方。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墙角偷看，院子里的画面竟然变了。这次是爷爷拿着斧头向爸爸砍去，而我也不像第一次般好运，我和爷爷隔空对视上了。这时我立马撒腿就跑，从后门冲出去，爬到山坡上。我看见爷爷在后门拎着那把沾满血的斧头追我。就在我以为自己快要无路可退时，我发现一棵大树低下有一个洞，我来不及犹豫，立马钻进去避难。我躲在那里偷偷观察爷爷，他就像是发疯的狼狗，四处乱砍，并且发出奇怪的怒吼。我深知自己目前是无法出去了，只好硬着头皮待在这个洞里。本来我只是想待在洞口处，可偏偏下起了大雨，我别无选择。为了安全度过今夜，我往深处走了走，越往里我心跳越快，渐渐有一种刺鼻的味道从里面弥漫而来。我告诉自己不要害怕，在地上捡起一根长棍来保护自己。突然，我看到有个人影在前面飘过，这一刻我才感受到自己早已被冷汗打湿的后背。我咽了口唾沫，逼着自己往里面走去。在尽头有处灯光在闪烁，我掏出手机想放大看看到底是什么，可手机很不巧的没电了。好奇心在不停地驱使我前进，即使害怕的牙齿都在颤抖，我还是没有停下脚步。那盏昏黄的灯距离我越来越近，我能听到有铁链在地上摩擦的声响。我大脑完全是懵的，不敢去细想到底会是什么东西在前方。凑近才发现，在尽头有一间小房子。我惊惊战战地靠近那个木门，从门上的裂缝往里看，两个女人被铁链拴着，她们用一种常人无法做到的姿势蜷缩着。仔细看还能看见露出的肉体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斑痕。我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我也不知道是谁将她们锁在这里，可是良知在告诉我需要帮助她们。我把门推开走进去，她们像是受惊的兔子，立马就抱成一团哭泣。别怕，我是来救你们的。为了安抚他们的情绪，我刻意和他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，来告诉他们我不会伤害他们。这时我才发现他们身上的斑痕其实都是被人打过后留下的印记。他们俩听到我出声，居然一同抬起头望向我，那两张脏兮兮的瘦脸，其中一个竟然和我长得一模一样。你怎么和我？我还没有说完，就感到头被人打了一棒子，然后昏倒了。等我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被用铁链拴在那个破房里。我挣扎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。醒了，你还挺能找的呀。这时我才发现爷爷坐在我对面，他的脸上没有往日的慈祥，双眼透露出凶狠的目光。本来你还可以多活几年的，谁让你发现了？这就不能怪我了。他拿着斧头向我走来，我紧张的心跳格外快，他的脸上挂着笑容，可是那皮笑肉不笑的感觉才是最恐怖的。突然他就抡起斧头向我砍来，我看见自己的胳膊瞬间掉落在地上，血止不住的往外流出，我就想麻木了一般，竟然感觉不到疼痛。然后那把沾有我血的斧头向我脖颈劈来，我猛然惊醒，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又站在院子里，而与此同时，家里的大门被人撞开了。我看见一堆警察举着枪冲进来，这一刻，我就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一般，终于松了口气。严依依，赶紧放下你手里的凶器，乖乖抱头蹲下。这时我才发觉，我的手里竟拎着一把斧头，周围全是血，我的手上、脸上也沾满了血，而面前是倒在血泊中的爸爸和爷爷。我被吓得浑身一抖，赶紧扔掉斧头，站在原地不知所措。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警察就过来给我戴上手铐，我被押走了。大门口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，他们对着我指指点点，就是他杀了一家人，真狠心啊！那可是他的亲人啊！看着弱不禁风的一个丫头，居然这么丧心病狂，各种污言秽语钻进我的耳朵。一瞬间，我成为了那个人人谴责的过街老鼠。警察把我带进审讯室，我坐在那里，对面是两位警察，他们用一种怜悯的目光看着我。几分钟后，才开口询问：严依依，你为什么要杀你的父亲和爷爷？我抬起头望着他们，然后极为无辜地说：警察叔叔，我没有杀人，是你们搞错了。对面的警察嘴角抽动了一下：严依依，我们同情你的遭遇，也理解你的杀人动机，只要你承认杀人的事实，并且保证自己愿意改过，我们可以向上级申请对你宽容处理。我很疑惑，甚至不懂他们在说什么。我坐在这地方只觉得心里发慌，和我当初被关在黑屋子里挨打的感觉一样。叔叔，我心脏有点不舒服，我很难受，你们放我出去吧。可是他们并没有搭理我，这让我感到和你恼火。警察叔叔，我真的没有杀人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，不要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。对面的警察似乎被我的话惹怒了，生气的向朝我扔来一本日记本，是我在家里翻到的那本。严依依，我希望你考虑清楚再回答，然后就走了。我拿起日记本，里面的内容竟都被更改了。看着一篇篇日记，我想起来了，其实我并不叫什么严依依，我本名叫做刘玲。12岁那年，被人贩子拐到了甘川市，然后卖给了现在的家。起初他们对我还不错，可我总想逃跑，便开始了被虐待的几年。我发现家里的妈妈和奶奶都是被拐卖来的，可没多久，他们就都死了。当我发现这件事之后，我夜夜担忧，会不会下一个死的就是我？为了顺利长大并且逃离这个地方，我开始装作接受，乖巧地顺从他们的要求。1年之后，他们以为我真的接受了，我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。那天，我做好午饭等他们回家。爷爷，我想上学。我从未这样叫过他。我看见他脸上露出了惊讶和喜悦。好，上学好啊。我们一想上学就上，爷爷脸上的褶皱挤在一起。就在我以为万事成功时，爸爸走过来了。上学？你是想念书还是想跑啊？
爸爸没有给我多余的表情，只是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就像要把我看透一样。爸爸，我是真的想念书。他没有回答，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轻声说道：好，从我开始上学的那天起，我就在预谋如何真正的逃离这个地方。后来我考上了大学，就在我兴冲冲的拿录取通知书回到家时，他们发现了我的日记本，那上面密密麻麻记录了我的计划。自然而然，我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。从那刻起，我的人生就彻底黑暗了。我还沉浸在回忆里。进来一个警察，严依依，你想清楚了吗？我点点头，并且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。可是对方竟说了这样一句话：严依依，你撒谎。我这次是彻底无语了。身为警察，不自己去找证据抓嫌犯，跑着来逼问我一个受害者。警官，麻烦你搞清楚，我才是受害人。这几十年为什么没有来救我？严依依，我们寻找了你很多年，甚至曾找到了你的踪迹，可是莫名其妙就断了。我想你自己应该明白是为什么吧。对面的警察那双眼睛盯得我发慌。我承认，当初是我自己不想回去，因为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完，我要亲手解决了这两个混蛋才行。警察叔叔，我没有撒谎，我想杀他们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从被卖给他们家起，我就想跑，可我天天被打，3天没饭2天没水，那两个老不死的晚上还会潜入我的房间摸我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样的日子我过了21年，整整21年啊！那些被我故意忘记的记忆又涌上脑海，我气得牙床不停打颤，这些回忆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。严依依，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，同样我也相信你没有杀人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下意识地眨了2下眼。严依依，我们在现场发现了第4个人的脚印，你就算不说，我们也会查出来的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但是我希望你知道，被我们查出来和你自己交代，他的结局是不太一样的。我低下头，一言不发，脑海里闪过一个女生的模样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就出去了，再次留下我一个人在这个黑漆漆的屋子里。我像泄气的皮球，瞬间瘫软在桌面上。依依，你听我说，一会儿你就一直跑，不要管我。依依，如果可以，你一定要跑出去，找到我妈妈以后，告诉她我很爱她。王琦的这些话在我耳畔一直萦绕，他那双坚定的眼神在我眼前浮现。我不能把王琦拖下水，我申请了给警察讲述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。陈警官进来，放好所有东西，示意我可以开始说了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陈警官，我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，但是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陈警官像是早就料到一般，点点头答应我，不要伤害他。这个自然是我们应该保证的。说吧，我搓了搓双手，喝了一口水。我和王琦认识，是高中那年，他也是被拐卖来的，卖给了我隔壁那家人，因为他们家儿子有疾病，娶不到媳妇，所以买了一个。村里所有人都知道，他们家人对王琦很好，从来不虐待王琦，也不强迫他，也觉得王琦可以被卖到他们家，是王琦的福分。那个老太太每次都是笑嘻嘻的给外人说，这丫头还小，不能着急。可是只有我知道，王琦那鲜丽的外衣下有多少被打的痕迹。王琦看起来是个弱弱的孩子，但是内心很坚决。我们高中每天一起学习，他经常给我说的话就是依依，我们俩一定要考出去。说到这，我的眼泪不由自主的掉落。陈警官给我递来几张纸巾，我们俩都如愿考上了外地的大学，可是买他的那家人不同意让他去上学，觉得他会跑走。那天我们俩在小河边抱着哭了好久，王琦啜泣的说，我一定要上学，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，然后再带着警察来救他。只不过我们都没想到，我的日记本被发现了。陈警官疑惑地问我，什么笔记本？我抿了一下嘴，告诉他先听我讲。陈警官没有说话，示意我继续。那天盐城找了一个老头来家里，说要把我卖给他们家儿子，可是陈警官，你不知道他们家儿子当时已经死了，喝了一瓶农药自杀了，所以我卖过去就是配阴魂啊。这种离谱的事情我怎么可能答应？可是我没得商量，他们俩说养我这么大，也该回报他们了，能给县太爷的儿子配阴魂，是我的福气。之后盐城和他爸爸把我锁在家里，不允许我出去，也不让王琦来看我，每天都只是给我送来一些残羹流水，说是不能死了，隔三差五的还会跑来问我答应不答应。几天后的一个夜里，我听见王琦叫我，他撬开门锁来带我逃跑，可是才刚跑出去一段路就被抓回来了，而王琦也因为我遭受了侮辱。我又想起那个畜生把王琦按在地上糟蹋的场面，气得发抖。他离开后，我颤抖地抱起王琦，只能哭泣和说对不起，可是王琦却还在摸着我的脸，问我有没有事。之后呢？陈警官冰冷的语气让我不得已再次开口，然后我就开始计划要杀了他。当时你们也查到了我，是我故意不回去的，我要亲手为王琦报仇。严依依，为什么不交给我们来处理？我轻笑一声，我要他死，不是坐牢。你们抓到我的那天是王琦报案的，他看见我拿起斧头砍人，也阻拦了我。可是当时我被气得无法平静，这20年的怒气全部撒发出来，我控制不住自己。说完，我抬起眼眸，静静地望着陈警官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动得很快。说完了，他严肃地追问道，没有其他要补充的了吗？我摇摇头，表示没有了。陈警官深沉地望了我一眼，便离开了。我突然感觉很困，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梦里我听见有人在叫王琦，我站在一片森林里，四面都是迷雾，根本看不见王琦在哪里。醒醒，王琦，王琦，快醒醒！这个声音离我越来越近，咔嗒咔嗒，是开锁的声音。我慢慢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躺在一张躺椅上，眼前是一个穿着白色大褂的女性，看上去像是医生。我看见她松了口气，还好你醒了，果然还是开锁声能唤醒你，真怕你出点事情。王琦，这次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看到你想看见的东西？我躺在椅子上，睁着眼睛静静
定地望着天花板，眼泪不停地从眼眶掉出。我这才发现，先前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我并不是严依依，也不是李玲，其实我才是王琦。李玲没有活下来。那次逃跑失败被抓回去后，我和李玲就用尽各种方法报警，可是等来的不是警察，而是严成。他怒气冲冲地踹开门进来，一只手抓住李玲的头发就往外面拖。我被李玲藏在屋子的暗道里，那是他这20年来挖出的藏身之处。我祈求他和我一起进去，琪，我们都消失他会怀疑的，只有我留下来，你才能躲过去。我在那看着严成用鞭子抽打李玲，臭婊子还敢报警！我看警察来不来。我几次想要冲出去帮助李玲，可他却用眼神告诉我不要。其实我自己也有些不敢。砰砰砰砰砰砰！我终于听到警察赶到的声音。就在我以为一切都要结束了，我和李玲要逃离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严成就像发疯的狗，拿起斧头拼命向李玲砍去，一瞬间血洒满了院子，我被吓得昏倒过去了。陆陆续续可以听见警察的声音，我恨他们，警察、人贩子、严成，他们所有人都让我痛恨，可我更加恨自己，为什么要那么懦弱？我沉溺在这件事中无法自拔，每晚都能梦到他倒在我眼前，还不忘对我微笑的样子。我一次次依靠催眠的方式回到过去，想要拯救他，虽然我知道这是无法实现的。王琦，怎么样？你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了吗？李医生端来一杯水递给我，我颤抖地接过水杯，感受到一丝温度从手心流过，就像李玲当初牵着我逃跑时一样。李医生关掉了摄像机，走过来坐在我对面。王琦，我现在以朋友的身份和你聊聊。其实，即使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回去，李玲没有死，但也不能避免你们分开的事实。李玲是为了你，可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她的命。如果你继续这样颓废，是不是真的就对得起她呢？你让她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，那你自己呢？这时我的身体随着哭泣在不断的颤抖。我想，李玲也希望我能考上大学，好好的当王琦吧。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多少个李玲和王琦，我只是真挚的希望，那潮湿到生蛆的地下室里，不会再有被铁链拴住的孩子。第二天，我换上了第一次遇见李玲时的白色裙子，这次我和自己释怀了。我在去看望李玲的路上，买了一束她最爱的向日葵，希望下辈子她可以像向日葵一样被太阳照耀成长。几年后，我再次翻到了那本日记本，如今里写满了李玲对我的关怀，以及对那家人的憎恨。直到我看见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的我正笑脸盈盈地抱着玩偶，一旁站的是爸爸和爷爷，我也轻轻地笑了。